基本上我是学语文教育的，然后当然是后来接触到中东舞蹈，才开始接触去做中东这个区块。我去参加比赛，然后中东舞蹈的比赛，然后得名。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已经先每个礼拜跑去政大，我先去旁听了土耳其语系，然后得冠军之后，我就转去阿拉伯语系去旁听，然后也因此了解了很多中东相关的文化。比赛得名的隔年，我就决定要去中东。2011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那时候是埃及革命，就是茉莉花革命，所以我刚好住在广场，就是发生地的旁边。那其实也遇到很多当地的正在抗议的人，所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会让我很想要去谈他们所发生的事情。2013年我才去制作这样的一个演出。我平时就很喜欢挑战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打破了很多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例如说衣服上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不想要用某一个传统的服饰。当然另外一个打破就是性别，因为大部分中东舞蹈舞衣会分男女生，所以我就决定希望每一个舞者男生女生都穿一样。这一次其实又想要挑战更多跳肚皮舞，那我就想说，如果不跳肚皮舞，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中东舞蹈其实对当地人来说，舞蹈音乐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可分的。我觉得把它结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另外，我们也结合了对白，主要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是土耳其的书，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在作品里面加一些可能灵感是来自于中东，但是实际我们把它改变成比较符合台湾人的生命经验的东西，挑战自己。那可能就本身一个先驱的时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样的作品到底是在表达什么，或者是大家可不可以，其实我们有想要表达某一些议题的作品，这样。一直因为每年去中东，其实就会有也读了很多中东相关的书籍，其实就会不断有一些灵感。部分其实像作品里面我讲就是苏菲，然后我们对他做一些攻击的东西，跟在伊朗听到的对卢米的故事其实有点像嘛。我觉得困难就是。舞者不一定可以，但观众也一样，他们其实很难想象，因为他们就说你要做一个没有肚皮舞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在说服他的时候，其实很困。卖票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申请不到任何补助，但是我就尽量每个礼拜到处去跑宣传，然后去做讲座，能多介绍给大家一点我觉得这是最困难可以到中东演出的。因为其实我们上次跟当地的艺术家合作，然后做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绅士课，那也顺利的成为第一个台湾在那边售票演出的舞者。这样，这个作品其实我一直想要比较跟伊朗有关，所以我想要去。也不一定伊朗啦，就是伊朗、埃及都可以。我觉得可以用他们的舞蹈来说服他们，或是让他觉得你怎么那么厉害，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因为我们表演的东西是算冷门中的冷门，所以会更困难。所以我要花更多时间。这个作品都是我的经验，所以就得我自己去介绍。那观点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或看中东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变了一个新的，然后就会想要放弃啦，但是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就是别人没有台湾人做过，我干嘛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后来是坚持蛮成功的。对，那我们使用伊朗的诗的时候，应该说一个懂中东文化或者是当地文化的人的好的回馈会对我来说会比一般跟中东文化不熟的人。我觉得那个回馈有点不太，觉得这种肯定是另外一种层次。一个月几乎都是住不同艺术家，例如说剧场导演或者是音乐家，然后他们交流。就例如说，可能去年他们一个剧团请我帮他们编舞，一个纯女生的剧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立刻答应，我就说没关系，我就立刻接。然后就算不用钱，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in fact. In Iran, I was mechanical engineer and I worked for in car manufacturing. But I came to Taiwan for, working on futures, studying and working on futures.
futures field, and I studied futures studies, 未来学 in Taiwan. Approach is to make films about future, movies about future in Taiwan.